萧道成是如何覆灭刘宋江山并开创南齐政权的？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具体内容有哪些？他为何在胜利的前夕却突然离世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萧道成建立南齐及北魏孝文帝改革。422年，刘裕在西殿驾崩，享年60岁。年仅17岁的皇太子刘义福继位。然而，刘义福只顾着玩耍嬉戏，全然不顾军国大事，群臣谏言也一概不听。徐献之等人便带兵入宫，以张太后的名义将其废除，并立刘裕的三子刘义隆为帝。年仅6岁的刘绍被册立为皇太子，刘义隆对他非常宠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俩的关系逐渐开始恶化，刘义隆便有了废除太子的想法。刘绍非常惊慌，通过自己的姐姐东阳公主结识了女巫，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刘义隆。阴谋败露之后，刘义隆对他更加的失望，刘绍决定铤而走险。453年，刘绍以讨伐反贼为由，率领东宫的万余甲兵冲进皇宫，斩杀了自己的父亲刘义隆。消息传到江州，刘义隆的三子刘俊立即率军讨伐刘绍，将刘绍诛杀后，自己继承了皇位。刘俊在位期间推行改革，重视人才，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矛盾得以缓和。但是晚年的时候，他变得奢侈无度，滥杀无辜，大肆诛杀宗室，从而动摇了刘宋政权的统治基础。464年，刘俊在玉竹殿驾崩，年仅35岁，太子刘子业即位。当时有传言说，湘中出天子，刘子业便南巡荆州，将自己的叔叔湘东王刘裕给软禁了起来，并准备将其诛杀。刘裕则秘密地派遣亲信去结交刘子业的侍卫受祭之。466年，巫师诱骗刘子业说华林园里有鬼，刘子业便亲自前去摄鬼，刚进入华林园就被侍卫受祭之给斩杀了，时年17岁。之后，刘裕接受弟弟刘秀仁的拥立，登基为帝。当时朝廷的府库非常空虚，连官员们的俸禄都无法保障，可刘裕的生活却极尽奢靡，同时宦官和宠臣弄权，朝政腐败，百姓痛苦不堪。472年，刘裕因病驾崩，时年34岁，年仅10岁的太子刘裕继位。刘裕去世前，担心宗室诸王反叛，便将有实力的宗亲全部斩杀，只有刘修范的能力平庸，才得以幸免。刘裕继位后，刘修范便在浔阳起兵，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进犯京师建康。叛军的声势非常浩大，仅用了数日就攻到了建康城下。朝廷的禁军相继溃散，满朝文武束手无策，皇太后拉着刘裕的手失声痛哭。就在这时，一个扭转乾坤的人物出现了，他便是右卫将军萧道成。萧道成是西汉丞相萧何的24世孙。东晋初年五胡乱华，他的家族便迁到了江南，居住在晋陵郡的武进县，即今天江苏省常州市。之后，他的远房姑姑萧文寿嫁给了穷困潦倒的刘翘，成为了刘裕的继母。刘裕称帝后，他们的家族便成为了刘宋政权的外戚。于是，萧道成便一路从中书舍人和建康令等职升为了右卫将军。面对刘修范的叛乱，萧道成以诈降的方式将叛军打败，保住了刘裕的地位。叛乱平息后，萧道成便被封为西阳县公，总领禁军，逐渐开始权倾朝野，让刘裕非常的不安。477年6月，萧道成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皇帝刘裕竟然闯进来，用古箭射中了他的肚脐。此事过后，萧道成便与王敬泽等人秘密商议废除皇帝。王敬泽重金收买了刘裕的贴身卫兵。7月7日，刘裕在西安寺偷了一条狗，逼迫僧人和他们一起喝酒吃肉。由于当天是乞巧节，临睡之前，刘裕对侍卫杨玉夫说：“你在院子里等着天上的织女过河，如果看到了，你就赶快告诉我；如果看不到，我就杀了你。”杨玉夫越想越害怕，便与杨万年合谋，将熟睡中的刘裕给斩杀了。然后他们将刘裕的头颅割下后交给王敬泽，王敬泽连忙带人送往萧道成的府上。萧道成不敢开门，直到王敬泽将刘裕的头颅扔进院子，萧道成才相信刘裕确实死了。然后萧道成拥立刘裕的三子刘准为帝，萧道成被任命为相国，封为齐王，掌控着朝廷。479年，他派人逼迫刘准禅位，
刘准只能将皇位禅让给萧道成。至此，刘宋政权灭亡，南朝齐建立。再来看北朝的孝文帝。490年，冯太后病逝，24岁的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在冯太后的教育与影响下，不仅精通儒家经义，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为他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孝文帝改革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他整顿吏治，推行官吏俸禄制，严惩贪污受贿，使北魏的吏治开始好转。其次，他改革官制，实行9品中正制和3省6部制，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经济方面，他继续推行冯太后改革的均田制和3长制。律法方面，他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车裂和腰斩，改为枭首和斩首以及绞刑。由于平城的位置过于靠北，不利于对中原的统治，于是他便着手迁都洛阳的计划。493年，他召集文武百官，宣称要大举征伐南齐，而真实的意图则准备在南伐的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8月，孝文帝率领文武百官以及100万大军从平城出发，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于9月底抵达洛阳。然后他正式宣布迁都洛阳。鲜卑族的很多大臣不愿意内迁，但是他们更不愿意打仗，因此只能暂时同意，不敢提出异议。之后，大批的鲜卑和胡人涌入内地，可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时间仓促，迁往内地的鲜卑人没有房子住，粮食储备也不够，而且他们还不擅长耕种，不会说汉语，中原的习俗也非常不适。如果不能及时的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的阻碍北魏政权的统治。于是，在汉族士人的辅佐之下，孝文帝便全面推行汉化。首先，他免除了迁户3年的租赋，将大量的年轻人选为羽林军或虎贲军，给他们过渡和适应的时间。接着，他禁止鲜卑和其他胡人穿胡服，所有人必须改穿汉人的服装，朝廷官员也要改穿汉族官吏的朝服。朝堂上不准再说鲜卑语，必须使用汉语，如有违反，立即免除其现任官职。迁到中原的鲜卑人过世之后，只能埋葬在中原，不得还葬于平城。鲜卑族的姓氏也全要改为汉姓，例如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爸爸氏改为长孙氏，独孤氏改为刘氏等。他大力提倡鲜卑与汉人通婚，他自己带头纳娶了范阳卢氏和清河崔氏以及太原王氏和陇西李氏的女儿。孝文帝的此次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也为后来的隋唐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操之过急，改革的力度太大，很多鲜卑贵族无法适应，导致暴乱频发。496年8月，孝文帝前往嵩山巡幸，让太子元巡留守洛阳。元巡非常的肥胖，洛阳的天气又十分炎热，他就想回到家乡避暑，而且他不愿意说汉语和穿汉服，顽固地坚守着鲜卑的旧俗，属下多次苦言相劝，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他与左右合谋后，秘密挑选了3000匹御马，准备奔往平城，结果却被负责守城的完颜阻拦，未能成行。孝文帝走到中途的时候，得知消息，立即返回洛阳，亲自杖责太子，并将他废为庶人，囚禁于河阳的无鼻城。4年4月，孝文帝准备巡幸长安，元巡得知后再次谋反，孝文帝非常愤怒，立即派人将毒酒送往河阳，逼其自尽，15岁的太子被毒身亡。其他的鲜卑族贵胄也对孝文帝任用中原儒士，改变他们的习俗，剥夺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衡州刺史穆泰和定州刺史陆睿合谋，推举朔州刺史元仪为首领，起兵叛乱，但最终被孝文帝镇压。接着，孝文帝准备攻灭南齐，统一天下。497年8月，他调集20万大军，准备大举南征，兵锋直指襄阳。大军到达赭阳后，他让元协率众攻城，他自己则率军南下，直奔宛城。由于守将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未能取胜。孝文帝便留下元喜等人继续攻城，他自己则率军前往新野，但是一直到10月份，新野都未能攻破。11月，南齐的15位将领相继投降北魏，
南阳和新野以及宛城等地全被北魏攻破，孝文帝便趁胜围攻襄阳。就在这时，南齐的皇帝萧鸾驾崩，孝文帝便下诏说礼不伐丧，于是率领大军返回。然而在回去的途中，他却身患重病，直到499年1月才返回洛阳，而南齐则陆续夺回了丢失的城池。3月，他带兵出征，再次攻伐南齐。大军到达马圈城的时候，与齐军遭遇，孝文帝亲自部署战斗。3月底，孝文帝的病情开始恶化，被迫开始北还。大军到达古唐原的时候，驾崩于此，时年33岁。为了防止齐军得知消息后返回追击，元协决定密不发丧。到达宛城的时候，才派人将太子元恪召来。大军到达鲁阳后，太子元恪为孝文帝举行了丧礼，并继位为帝。那么，北魏为何会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南齐又是如何覆灭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